伊若芬的2025年。您好，我是伊若芬。2025年您过得好吗？我的2025年延续2024年的活力澎湃，向更宽广的方向好奇发展，开始探索全球永续发展、数字传媒、文化 IP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，在逐渐成熟的文图学理论基础上，开发新的模型架构。今年出版了2本书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新增订版《陪你去看苏东坡》，增加了10篇最新的文章，包括我去年终于完成长久夙愿，前往河南夹县三苏坟参拜东坡先生和子由先生的感怀，以及我观览苏东坡的好友画家李公麟的传世可能唯一真迹《五马图》的心情。幸运的是，今年4月有机会再访海南儋州，踏查东坡先生登临海南岛的通朝阁遗址，以及修建的东坡先生故居光廊庵纪念馆。12月第6次造访东坡先生的故乡四川眉山，在三苏祠看到我的书中内容和我的谈话2度被引用呈现在展板上，十分荣幸。我的名字在出版了几本书，包括《苏轼题画文学研究》、《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》、《苏轼研究论集》、书忆东坡、陪你去看苏东坡台北版、北京版、上海版。背腕自爱，学着苏东坡爱自己，享受快意人生。自爱自在，苏东坡的生活哲学。第一次遇见苏东坡，以及合著的苏轼研究史等等之后，和东坡先生联系在一起了。今年出版的第2本书是对于故宫博物院100年风华的致敬。10年前，故宫博物院90周年时，我应邀在两岸故宫参加研讨会，在学刊上发表论文。本想今年100年大庆或许会有盛会，便准备好了学术论文，静待通知。结果应邀投稿的文章被要求删减，改投月刊，也没有参与研讨会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00年特展主题之一是西园雅集，我是第一个研究写作西园雅集中文书的作者。2件难得向东京国立博物馆借展的李公麟《五马图》和南宋李升《潇湘卧游图》，刚好我也都研究论述过，或许能够帮助观众了解展览的精义。于是重新整理旧作，收集了11篇论文和8篇散文，编辑出版《千年宋玉世纪故宫伊若芬诗画文图学论文集》电子书，并且在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100岁生日当晚举行线上直播发布会。因应读者需求，我在11月21日以梦幻组合、西园雅集与李公麟为题，以及11月27日以山水禅心、赤壁与潇湘为题，分别提供了2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导览。导览报名在开放3天之内便很快额满。
参与导览的文图学会会员和团友们来自台湾各地、新加坡、香港、美国，个个准时守纪，在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听我娓娓道来，真是高素质的同好。我将一小段导览现场录影分享在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不到1个星期便已经超过1万播放量，令我惊喜。11月27日下午，应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，我主讲了千年宋韵风月共识，跟着苏轼和黄庭坚神游书法文图学之旅，在开场30分钟之内便已经座无虚席。之后加了临时座位，走道上也坐满了观众。东坡先生和山谷先生仿佛俯视着我们，颔首含笑。今年发表了10篇研讨会论文，演讲和导览总共30场，2次飞香港，2次飞杭州，珍惜和感恩每一个知识交汇、启发顿悟的瞬间。中研院出版的《观看叙述审美唐宋题画文学论集》补充修订，原定今年在大陆更名为《大美之言唐宋题画文图学》出版，推迟到明年。千年宋韵世纪故宫伊若芬诗画文图学论文集已经签订纸本书合同，苏轼题画文学研究绝版多年，多方垂询，也将修订重新出版。一直心心念念希望亲临的重庆大足石刻、敦煌石窟，今年终于机缘完美，顺利成行。由衷感谢促成机缘的四川美术学院、西北师范大学师长，以及旅途中关照我的好友们。这些点滴的回忆是我人生中极为可贵的宝藏。许多预言都绘声绘影，警示未来2年的赤马弘扬。清扫无谓焦虑的言论时有所闻。自从去年开设 AIGC 文图学课程，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学生，今年有3位主修 AI 的同学加入课程，不但让我更清晰人工智能的能与不能，更使得我对于飞速发展的科技保持与时俱进、维护人性的平常心。如同我今年在联合早报专栏的第1篇文章2025小学生 AI 元年，势力汹汹的 AI 锐不可挡。明年在 AIGC 领域还有很多值得期待和慎思的层面。送给大家我在日本石垣岛的留恋风景。走着走着，小树丛的空隙间露出了一湾碧海和白色的沙滩。你是解开绳索，乘小船破浪前行，还是坐在沙滩上看海吹风？又或者你担心那小树丛下土湿路滑，就站在那有如心形的空隙外观望？迎接2026年，愿你我都能够在变动中寻得一方安身立命的空间，在不确定中静心乐观。我是伊若芬，祝福大家。